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实用中文播客，看今日中国，学实用中文。我是李老师。我是麦克。李老师，我今天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憋了很久了，每次听到都特别好奇。别担心，麦克，你尽管问。而且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外国朋友也会有和你一样的疑问。我们今天就一起聊清楚，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太好了，那我就问了，不管是和中国朋友一起吃饭聊天，还是在中文课上，总能听到一句话：读书改变命运。我认识每一个汉字，连起来也能读懂字面意思，就是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读书不就是安安静静的看书，认识新词语，记点简单的知识吗？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常行为，怎么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呢？这真的太让人疑惑了。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，麦克，不只是你，很多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，甚至一些刚学中文不久的中国人，都有和你一样的疑惑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就6个字，但是背后藏着的道理没有那么复杂，却需要我们慢慢拆解，慢慢理解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讲透的。而且很多人都会误解这句话，觉得读书必须读很多厚厚的书，必须记住很多复杂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对，我就是这么误解的。我一直以为读书就是要读那种很厚很难懂的书，比如历史书、哲学书，还要记住里面所有的内容，这样才能有变化。可我根本读不懂那些厚书，就算勉强读几页，也记不住里面的内容。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根本不适用，也一直不懂它的真正意思。哈哈，你这个误解太常见了，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。其实读书根本不用那么难，也不用读厚厚的书，哪怕是每天读一小段简单的中文短文，一个小故事，甚至是几行文字，都是读书。而且读书改变命运，也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变得很富有、很厉害，而是慢慢改变你，让你一点点变得更好，让你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。慢慢改变，一点点变得更好。那具体是改变什么呢？是改变我们的样子，还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条件？我还是有点不懂，能不能再给我讲的简单一点？当然可以，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，读书最主要的不是改变你的样子，也不是立刻改变你的生活条件，而是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看待事情的方式。你想想，以前你没学中文的时候，是不是只能和自己国家的人交流，只能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？但是你开始学中文，读中文短文之后，是不是知道了很多中国的文化、中国朋友的想法，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了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以前只知道自己国家的食物、节日和生活习惯，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一样。但是学了中文，读了一些中文小故事之后，我才知道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节日、不一样的食物，中国人的想法也和我们不一样。我看待事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片面了。太对了，这就是读书带来的改变，也是读书改变命运最核心的意思。一个人读的内容越多，知道的事情就越多，看待问题的方式就越全面，做出的选择也就会不一样。而我们的生活就是由一个个小选择组成的，不一样的选择慢慢积累起来，就会变成不一样的人生。这就是改变命运。我好像慢慢明白了。比如，我以前不想学中文，觉得学中文很难，也没什么用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后来我读了一些简单的中文短文，知道了学中文可以认识更多朋友，可以了解更多不一样的文化。我的想法改变了，就开始坚持学中文，
现在就能和你顺畅聊天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对不对？完全正确，你总结得特别好。这就是读书带来的力量，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，但会慢慢改变你的想法，而想法的改变就会带来选择的改变，选择的改变就会慢慢改变你的生活。而且这个道理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成立，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国家，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读书都是最公平、最简单的提升自己的方式。最公平、最简单的方式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不管我们的出身怎么样，不管我们有没有钱，读书都能帮助我们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，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个国家，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。有的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有的人出生在普通的家庭，有的人从小就能读到很多书，有的人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。但是不管我们的起点怎么样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读一点点文字，就可以慢慢提升自己，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读书的公平之处。我太认同这句话了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小时候也没有机会读很多书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自己选择，每天读一点中文短文，学一点中文知识，慢慢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原来读书真的不需要很多钱，也不需要很好的条件，只需要自己愿意坚持。你说的太对了，麦克。读书不需要花很多钱，也不需要专门的时间，哪怕是每天早上起床后读10分钟，晚上睡觉前读10分钟，都是一种坚持。而且这种坚持不需要你有很大的毅力，也不需要你一下子读很多内容，慢慢读，慢慢积累。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，你会变得更自信，说话更有底气，看待事情更全面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会更愿意冷静思考，寻找解决办法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前总是很急躁，做什么事情都想立刻看到结果。读了几天短文，没有看到变化，就想放弃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不管是读书还是学习中文，都需要慢慢坚持，不能急于求成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，不只是你，中国人也一样。我们都希望付出努力之后能立刻看到回报，但真正能让我们变好的事情，都需要时间慢慢沉淀。就像你学中文，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，也不是一天就能流利聊天的，是你每天坚持背单词、练对话、读短文，慢慢积累，才有了现在的进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学中文已经1年多了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连简单的你好、谢谢都说不标准，更别说和人聊天了。但是我每天坚持练习一点点，每天读一段简单的中文短文，慢慢的，我的中文就越来越流利。现在就能和你聊这么久，还能听懂很多中文对话，这就是积累的结果。没错，这就是积累的力量，也是读书的力量。聊到这里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觉得读书和我们学习中文还有什么其他的联系吗？你平时读中文短文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也在慢慢提升？有，我以前没有注意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是这样。我每天读中文短文，不仅能认识新的词语，还能熟悉中文的表达习惯，知道中国人平时是怎么说话、怎么表达的。以前我说话很生硬，语法虽然是对的，但就是不像中国人说话。现在读多了，表达也变得自然了很多。你观察的太仔细了，这就是读书和中文学习最紧密的联系，它们是互相帮助、互相促进的。学好中文，你就能读懂更多的中文内容，不管是短文、故事，还是简单的书籍。反过来，坚持读中文内容，你就能巩固学过的单词，熟悉中文的句式，
让你的中文表达更自然、更地道，听力也会慢慢提升。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以前一直把读书和中文学习分开看待，觉得读书是读书，学中文是学中文，两者没有关系。现在才知道，它们其实是一体的，一起坚持就能一起进步。那李老师对于我们外国中文学习者来说，应该读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是不是要读很难的书？当然不是。对于我们中级中文学习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选择简单易懂、贴近日常的内容，比如简单的中文小故事、日常对话、短文、关于生活的小文章。这些内容词汇简单，句式不复杂，既能让我们练习阅读，又能让我们学到实用的中文表达，还能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，一举多得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知道该读什么了。以前我总是不知道选什么材料，要么太简单，觉得没有意义，要么太难，读不懂，就很容易放弃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要选贴近日常、简单易懂的短文，每天读一点点，慢慢坚持。这就对了，不用追求难度，也不用追求数量，重点是坚持，哪怕每天只读一段，只要能坚持下去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今天我们的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实用的中文生词，都是我们今天对话里提到的，也是中级中文学习者日常会用到的，简单好记，大家可以一起积累。太好了，我正好记一下，以后学中文聊天的时候就能用上了。第一个词，坚持。坚持就是长时间做一件事，不轻易放弃。比如，你每天坚持学中文，坚持读短文，这就是坚持。第二个词，积累。积累就是每天一点点的收集，一点点的努力，慢慢攒起来。比如，你每天背5个中文单词就是积累，每天读一段短文也是积累。第三个词，片面。片面就是看事情只看一方面，不全面。比如，你以前只知道自己国家的事情就是片面的，读书能帮你打破这种片面。这3个词语都很简单，而且和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息息相关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以后我在聊天的时候，就可以试着用这些词语，慢慢熟悉它们的用法。非常好，学习中文就是这样，慢慢积累，慢慢运用，才能越来越熟练。接下来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，帮大家梳理一下思路，也方便大家记住重点。以后不管是和朋友聊天，还是自己学习，都能用上。好的，我认真听，好好记，以后也能把今天学到的道理分享给我身边其他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。第一，读书改变命运不是一句夸张的口号，核心是读书能改变我们的想法，让我们看待事情更全面，做出更好的选择，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。第二，读书不需要读厚厚的书，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，每天读一点点简单的内容，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。第三，读书的价值不分国家，不管你在哪个国家，坚持读书都能提升自己。第四，读书和中文学习是互相帮助的，坚持读中文内容能让我们的水平提升更快，而学好中文能让我们读懂更多的内容。第五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，慢慢坚持，慢慢积累，才能看到真正的变化。总结得太清楚了。听完今天的聊天，我彻底解开了心里的疑惑，也明白了读书改变命运的真正意思。以后我会每天坚持读中文短文，坚持学习中文，不再急躁，慢慢积累，慢慢进步。不仅要提升水平，还要慢慢改变自己，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。很高兴你能有这样的收获，麦克，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。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外国中文学习者都能明白读书的意义，都能开始尝试中文阅读，慢慢坚持。
学习中文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读书也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。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就能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，在坚持中收获成长。对，我以前觉得读书很枯燥，学中文也很难。但是现在我知道，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，慢慢读，慢慢学，就会发现其中的乐趣。我以后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小故事来读，既有趣又能练习中文，一举两得。这就对了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才能坚持得更久。另外，本期节目的完整文稿我们会放在节目简介的链接里，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对照文稿反复收听，反复学习，也可以把文稿打印出来，积累里面的词汇和句子。如果大家在阅读或者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。没错，大家互相陪伴，互相学习，才能进步得更快。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，每一次努力都会有回报。只要你坚持阅读，坚持学习，就一定会慢慢进步，慢慢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意义。是的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读书，坚持学中文，我们的中文水平会越来越高，眼界会越来越宽，我们的想法会越来越全面，真正通过读书和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。说得特别好，麦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希望大家都能记住，读书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坚持中文阅读，坚持中文学习，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道理运用到生活里，每天坚持一点点，慢慢积累，慢慢进步。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读书和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下期再见。